我们一般在牧区是怎么储存肉的？看，这是我们家冰箱的钥匙。我身后的这个就是我们家的大冰箱。我之前出去的时候，我们家又宰了一头牛，大家看一看。大家对比一下，在今年我们刚冬宰的时候，我们家满满4排的冬宰肉就只剩这么一点了，剩2排多了。看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牛肉，这个肯定是牛肋骨，这个比较大块的，这个肯定是剩下的一些骆驼肉，然后这可能是骆驼的肥肉，然后这是牛的，剩下全是牛的，然后这是一些肠子，都已经风干了。现在我们冬天外面温度都特别低，这个房子我们也没有加炉子，所以这个屋子里边的气温也是非常非常低的。在这个屋子里面就相当于放在冰箱里面，这个肉是不会坏的，肉都在这里，看，自然的就已经冻住了，自然就粘到这里了。有些肉还结的冰，看这些是肠子，而且这个肉上面我们会撒一点盐，所以在煮的时候我们就直接清水煮就行了。无论是吃骆驼肉还是马肉、牛肉还是羊肉，我们都不会加任何的调料，直接就清水煮就行了。然后煮完在下面放一点腊仁，就是面皮，在上面再切一点洋葱，然后就可以直接吃了。大家可以到池娜家里面来尝一尝这种不加任何调料的这种肉啊。大家看到我们家这个大冰箱里仅剩的这些冬宰肉，是不是会感到很惊讶？是那儿，你们家人也太能吃肉了吧！一个骆驼都吃完了，又宰了一头牛，你们哈萨克族人也太能吃肉了吧！其实我们哈萨克族确实很能吃肉，但是这些肉不是只有我们一家人给它吃完了。其实，在我们哈萨克族民间有一句这样的谚语：祖先留下来的财产一部分是留给客人的。是的，其实这些肉大部分我们是煮给客人吃的，只要家里面来客人，我妈或者是我嫂子就会大锅的给客人煮肉，而且我们是不管你是什么民族，不管你是陌生人还是认识的人，不管我们语言通不通，都会去招待你，都会让你在家里边留宿，或者是可以在家里边去吃喝，这也是我们哈萨克族热情好客的一个习俗。所以呢，我们家大冰箱的这些肉不是只有我们家吃掉了，而是我们把大部分的肉、大部分的美食都留给了客人。如果你有空，可以到我的家乡，可以到池娜尔的家来做客，我也可以给你煮一大锅肉给你吃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，欢迎敲响小铃铛，感谢你们支持。